新系列的全听你说又回来了，你们还记得第一系列吗？我们采用的是比较像聊天的方式，跟嘉宾朋友们进行沟通跟交流。那么到第二系列呢，采用的就是比较共情式的访问，很多的认同跟理解，那你就可以看到嘉宾朋友们他们很动容的时刻。第三系列啊，我们要采用的是综合的方式，同时再多加一点点综艺的元素，有喜有悲，悲喜交加，就看他们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就笑了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大家都在问这个全听你说哈，还有谁要上我的节目？我的好朋友几乎全部都上了，对吗？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也是我好朋友，我要特地要泡咖啡给他。我跟他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应该说是同年同月同个星期出道，这你们听过吗？我们呢没有说一起同生共死，但是我们最起码有那种一起驰骋江湖30多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知道吗？有我的地方不会有他的，有他的地方呢也不大适合我，就我们俩个人风格非常强烈。到底是谁呢？一个狗逼哦，一个狗逼。看他来了没？今天他没迟到哦。哎呀，来了，欢迎光临。打制作得奖节目没有啦，来，谢谢。狗逼哦，对吧？不要，哎呦，不用问，我们都知道你要喝什么。你没有迟到嘞。因为早开工早收工，大家都早放工嘛。以前是不要紧，睡到我爽才起床，现在不行，因为人老了，时间也少了，所以要争取每一分每一秒。我们节目还没开始，讲话就绕口令，有带节奏的。没有啊，不同啊，因为我们这种是后来有读书的人，现在讲话都文绉绉的。真的啊，现在有小孩了就知道读书重要嘛。真的啊？对啊，开玩笑。所以我每次小孩都会问我，哎，你没有读书，你怎么赚这样多钱？我说如果我读书的话，现在我就是总统。开玩笑。啊，你们都在拍啊？都在拍。啊，你们节目是这样啊？来访问的。好，就这样。来了。哇，哎，MediaCorp 节目很少没有rehearsal的嘞。哇，哎，很好。MediaCorp 每次彩排到凌晨3点，我们今天要录到6点。我还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调灯啊？没有，哎，你们给他们排机器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进入这个。没关系啊，就聊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聊了？观众对你的整个人生的那个脉络也很熟，我觉得与其我们把那个脉络全部都理出来，我更想要知道的就是你比较多重身份的你。你什么行业都做，你究竟有几个身份？没有，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们先从发廊开始。我第一个生意是发廊，我也不会做生意的那时候。我小时候我爸就是理发师，我也没有想到我爸是理发师，那我就开发廊，我也没有想。那时候也是因为环岛追嘛，然后就上你那个节目，你知道那时候上你的节目有多开心？那节目红到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上。然后你就介绍 Eddie 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去他的发廊，就觉得说，哎，他生意不错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开一个 sister company？ 然后他说 ，OK， 荣光有一间店，你去看。然后我就找一天 weekday 真的没事干的时候就下去看，哇，人这么多，我说 OK， 在这边可以开。然后就这样做起来了。多少啊？你那时候创业？那个时候创业，讲真的，那个本钱真的很低，我自己存一点，再跟我岳父借大概1万多。然后 Eddie 比较有钱嘛，那时候他有钱，他就拿65拿35就这样开。然后没想到生意好到6个月就拿回成本，我就可以赶快把那个钱还给我岳父。可是那个时候的你做这样的一个副业，在艺人圈算是很流行吗？就那个时候是不是？那个时候没有，是后来艺人圈才会有人说，哎，开什么吃的甜品啊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才开始。艺人可以延伸出来的职业到底有哪一些？艺人，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，就是要跟自己息息相关的。比如说，我长得不好看，因为头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观。然后一样的，我们一定拍很多吃的节目。我们一拍多吃的节目，大家都以为我们很会吃，这样。我们只是略懂1、2，然后你们就觉得我们很会吃，我们开 F&B 你们就来，那你们就上当，对吧？就上当。那问题是，我们的东西也不是太难吃。
嘴巴刁啊，我们吃的多。这个世界上，老实讲，我一路以来都觉得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难吃的东西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难看的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合不合眼缘跟适不适合你胃口。我长这么丑，我娶个老婆这么漂亮，那是因为刚好很年轻就很老花了，然后就刚好适合是，东西也是一样啊。你看节目一开始他就马上在这个地方就讲出了个人的那个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因为遭受了很多的不如意，跟遭受了很多的让人瞧不起，是，所以我领悟到了一样东西。我今天有这个成就，是因为我从来不理人家讲我什么，我只要努力的干，勇敢的干，到最后我干出一个春天来。对，我们一起走出来。是啊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明明他比我坏，偏偏我心地善良，每天都在报纸给人家骂死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很有争议性，你知道吗？做一个博物馆的代言人，也给人家蔡阿明可以呢。各位，我是带最多团的，就很有争议的人生呢。因为我觉得你越看不起我，我越证明给你看。我不会去解释，我不会去争论，我做，你看，你再不服没办法，我尽力把它做好，就这样。那有人说你华语不准啊，什么东西没关系，主持不好，我就看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，我就看很多其他国家的主持节目，好看不好看，对跟不对，我都看。然后就读报纸。什么叫做读报纸？就是读出来，今年在红帽桥第5道又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，我就是一直这样读。有老师吗？没有，这样真的的读是为了要把自己的语法跟讲话的那个台词把它练出来。没有，就是你读给他顺，因为那个时候主持节目讲话还会吃螺丝还是之类的。当然那个时候语音发音也不准，但是就是要一气呵成把那一整段念完，另外一段把整个新闻念完。然后再看娱乐新闻，全力凤在保龄球场怎么样再念完，全力凤要怎么样就把它念完。所以你的新闻我都很熟悉啊，而且还大声的朗读出来。对呀，全力凤在保龄球馆，就把它念出来。然后一直到后面慢慢在做节目的时候，你这边有稍微一点舌，是不是？你吃饱了没有？应该是不是？你吃饱了没有？然后慢慢去改它咯。OK， 我们先来一点那个大型节目的话，就是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，您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去投选。对，你讲官方网站。今天晚上如果在8点之前，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去投选。但是你讲就很可爱啊。对呀，讲不准就这就是我的优势啊！我犯错，人家会觉得你是故意，人家会原谅你。好像很多时候我做节目，我骂人，人家很开心；但是你叫过量骂人，他就出事情。对。因为我长得比较可怜，他们富有同情心。郭亮长得好看，然后水准又高，你不能犯错，因为你是知识分子。我们跟壮豪来讲，这整个圈子就只有你跟钟情有这个能耐，社交能力很强。没有，因为讲真的，开始人家也会很讨厌我，可是久了，大家知道我在舞台上，我在镜头上面讲的东西50，只能听50，另外50是搞笑的。你也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很多时候就是谁跟谁吵架的时候，我就有什么好吵？吵，等一下心脏病爆发了是吧？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因为有些时候在争吵的时候，就是那一下子你没有想太多，但是第三者进来跟他讲，大家不用吵。当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道理跟理由要很强。我跟人家吵东西，跟人家理论的时候，甚至在讲人家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讲说我的立场是这样。如果你觉得我理由不够强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。你有没有施展这个魅力过的时候踢到铁板，发现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可能是因为怎么讲，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咖啡店啊捧咖啡啊、捧鸡饭啊、做小饭啊之类，就会碰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。可能这种是无形中的一种训练，就是他们喝酒可能会吵架要动手。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大人怎么去劝架，这种东西是你目睹而然没有得学的，然后再加上可能天生本来就是有这种和事佬的本事。你有没有真的很后悔讲出一句话很伤人过 ？OK， 我曾经有在《欢乐巅峰》里面讲一句话，就是参赛者他来唱歌比赛，你今天带500多个人来支持你，你跟人家讲一点点，然后他就有一些朋友跟家人拿那个 planner 有没有？我永远支持你。对，这种感觉好像出殡的时候呢。而且，你这个人。我自己觉得很不好，我自己跟参赛者道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小心，就是我在讲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自己一定要经过脑，但是最后还发现到经脑的那个次数还是没多少啊，就要讲就直接讲。等一下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好像你有几次在电视上讲错话，人家一直要你道歉的。没有，那个是下跪道歉。有这件。有，那时候是
我有一年不是红星大奖吗？明顺拿我就没拿，我拿明顺就没有拿。那一年刚好没有拿，是因为有人就在报章说我长得丑，又可以上电视，什么东西？我只是开玩笑说，我不是长得丑，是他的电视机坏，他应该换一个电视机。就我们常开的玩笑。对，然后那个报纸就写李国煌骂观众，家里电视机坏了要换一个，不让出来。然后梁导他就说要我在礼拜一的搞笑行动下跪道歉，那个是我不知道的，你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了吧我也不知道。 ？OK，然后最后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就说：“哎，国煌啊，你今天会不会下跪道歉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为什么下跪道歉？”哦，因为啊，你的师傅啊说你会什么下跪道歉。我说没有啦，我说我的膝盖是来跪长辈，我家的长辈不是来跪观众了。甚至我的叔叔看到那个报章之后，马上打给我，他说你不要做了，他说你来做流氓好过你去做演员。哎呦，我叔叔很生气，但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还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口误，是因为就是开玩笑咯。现在你在这个 DJ 的行列，有没有一直在说错话？没有啊，我就什么我都讲啊，就像什么 drama 啦、怡凤啦、郭亮啊，为什么要给郭亮去报新闻？他虽然长得像报新闻，但未必要给他去报新闻嘛。他会演戏，他会主持。对了，你看他戏演得多好，最近他跟孙正演那个寄生寄生，你看，所以郭亮在我的电影里面他都会出现，因为我很喜欢他，我很欣赏他，他永远都是我的最佳主持人，而不是全一凤。那你又每年一直拿，你还有意思吗？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给郭亮呢？就那么一次，为什么整天给这个呢？拿了7、8次，你拿了你问他放哪里，还不是放在 store room， 有意思吗？你别讲哦，你臭臭也试做，凭什么？你还比郭亮多？不然出来全部在我公司哈，有一些还给我的女用弄断。像你刚这样跟我们这样讲话，这种东西稍微心态不强一点的，或者我们不熟的就不行了。因为我们私底下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节目本身它就是一个娱乐。今天你们看全听你说，你们要看到真正的李国煌，还是你们要看到？哎，是没错，我当初我出来做搞笑行动的时候，我一个礼拜才35块。那个时候我好苦，你是不是想，对不对？把杯子砸在我头上，就是你啊，OK，我们综艺人都是很真实的，往往是没有不加演。他就是讲 drama 不真实，很简单的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上了全听你说就会很真实。对，但是问题是说，明白我的人知道我讲话都是这样。国煌在这30多年来，我看他的 EQ 是真的很高，当然他的人品看起来好像脾气坏呀、操阿边啊，可是他脾气倒是很好，从来没有针对谁的发脾气过。我在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只骂过一个人，就辉哥。我不允许一个演员对工作人员发脾气，因为演员是最幸福的。来叫你换衣、吃早餐，拍完你就脱衣回家。那工作人员还要收电线啊，你拍完你要帮他收电线吗？是你帮他放 camera 放在盒子里面没有吗？所以你怎么骂辉哥？我跟他讲，你不要拍你回来。你这样不满意？我明白他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拍电影很红，他去马来西亚拍2部，新加坡拍1部，他去宣传回来，他很累。我知道他老人家很累。我骂他，其实我是要骂给工作人员看。我不骂他的话，工作人员会讨厌辉哥。啊，是我家的孩子，我自己先骂。对你们后来我先骂辉哥，然后大家就平复，工作起来就不会觉得说哇，你看你的人，你当然不会骂，他骂工作人员，大家都知道工作人员没有错。所以在圈内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一件事情真的让你觉得没有。因为我们说我们很爱这个事业啊，不尽如人意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把自己那个脾气吞回去？还是你根本就没有？那不可能啊！就静静坐在那边看咯。我当然会生气，但是生气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搞不好我骂的时候，他们也想骂，因为他们也要找回嘛。那对你来讲，在圈子啊，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你觉得你最不欣赏的？比如说我最不欣赏是迟到的人。是，所以现在后悔。你记得有一次你迟到，我跟你是吵到天翻地覆，很久了嘛？蛮久。那以前我迟到是应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住温伦嘛。我也住无人，当我 Avenue 2，我们是几邻居。你有车，我大巴噻，我大巴到比勒考要1个多钟。你少在这边来了，没有？我看国煌啊，在以前是常常迟到，他自己也承认，我们的驻导演全部都尝过他的那个甜头。是，你一定有一个借口的，拐弯就到了，还在家刷牙，在卡帕，在 JB 的卡帕。
所以要知道那天是拍我的话，他们通常都可以在 office 慢慢吃早餐再走出来，不记得。然后怎么样的人品人格是你觉得哦不努力。不努力？如果你要进来娱乐圈赚很多钱，然后怎么样的话，你不要进来。那有一些就是呀，给他一个奖之后就觉得哇，还是演一部剧，红了之后就觉得就是这样的。这种就是我们把他当作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艺人，我很讨厌这种艺人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这2年我去金马奖，当你去到那边，你看到他们的热爱，他们的 passion， 当然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整个大环境跟我们的大环境不一样，他们现在把电视剧当电影拍。你有这样的观点是很好的，可是你是怎么样会跑到金马奖？你怎么样去冲出那个跑道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那不能王拍了2年，我有一天回去，老板，你入围最佳男主角，哦，什么金马奖，哦 ，OK， 我就泡一杯咖啡，坐在阳台，我也没有感觉。后来是我老婆跟我讲，我女儿在，妈妈，我有说 happy， 哦，因为你爸爸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，What is that？ 好像奥斯卡这样。因为我女儿就听到奥斯卡就很高兴嘛，她说：“爸爸 ，Are you really you nominated in a Golden Horse？” 我说：“呀。”因为我觉得，为什么我女儿也这么兴奋？为什么你会无感？可能是一下子我自己都不相信啊，你明白吗？然后我就看到 Jasper 在天台，在那边哭，然后慢慢有记者打电话来什么访问，我就觉得就慢慢兴奋起来。那个是非常荣耀的那个时刻，但是对，那个时候我才慢慢觉得呀。而且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，人家说第1年也就算了，虽然是塞翁失马哦。对。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第2年马上以颁奖嘉宾身份登上去了。对，他跟我讲说是有更大的 stage， 就说爸，你可以来颁奖吗？我说 OK。然后我的公司就问他颁什么奖，他说还不知道。他说不知道你要去，我说去了 holiday 嘛，就去咯。一直到我隔离14天后，差不多3、4天才接到消息是颁什么奖。连我一听到说是颁最佳男主角，我压力就来了。因为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说，哇，第一跟李心洁不熟，第二这个奖太大。然后后来我就想想，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没有拿到最佳男主角的颁奖嘉宾去颁这个奖。我一拿到稿子，我马上跟李心洁对一次之后，过了1个礼拜，我们才在金马颁奖前的半个钟45分钟前，跟心洁在后台捋一次，就上台颁奖。你说有压力吗？有压力。哎呀，死就死了，算了，穷了。你去颁这个奖的之前，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下金马的整个操作？就是他有没有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台词喂得饱饱，还是参考意见？他们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跟你讲说，你的台词我们先给你，你可以改。但是我看了那个台词之后，第一，我觉得我不改太多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道理，我就照着他的稿改。那我就跟李心洁说，要不要我们分？那我当然也是有跟金马的负责人了解说，每次都是会听到说，全一凤他演这部戏里面怎么样，所以肯定是金马得主。我说你们敢不敢这次我们来反方向，全部都不得奖？因为我一讲全部都不会拿奖，就公平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 OK 可以，蛮好玩的。好像我就说那个郑仁硕跟谁啊，跟邱泽都不负责任，在戏里面叫你们去做流氓，你们去谈恋爱，you know 是角色，只是一个玩笑。所以你就讲他们全部都不会拿，那你就没事了。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。所以现在我们来谈的就是Marley的八爪鱼的人生，就是什么行业你都做。从第一个你的发廊开始，你就进入了演艺圈，你几乎吃的是 F&B 啦、穿的、用的、头发的，就直接问你好了。好，来说什么是最赚的？演员哦，不用本钱，靠张嘴巴，好像今天我坐下来就赚你几千块美金了。那什么是最累的？最累的是 F&B。什么是心累、身体累？当然是演员了。因为第一你要记台词，第二你要有感情，你连哭你都会累。最恐怖的是，你回到家你还睡不着，因为你的脑、你的体力、对。比如说我们做 live show， 10点、11点完之后，你眼睛还在那边呢，你眼睛闭住，你还在那边。哎呀，刚才如果这样就好。哎呀，如果这样就好。可是现在你又在前2年，你又带领了新加坡最快的潮流，你做了直播。OK， 你也不是我带领啦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那个 COVID-19，然后就有一个海鲜公司叫我做，那我就做了，试试看，我还觉得不错，
然后顺便把我家的艺人也拉进来，让他们有一个收入，与此同时让他们不停的去训练啊。哎，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看你在直播的时候，你很紧张，不是卖鱼对吗？卖鱼是在家里，你有拖把还是什么的？哦，那个是之后，那个时候那个是你知道那个我学到什么吗？因为他是本地人，他在台湾 import 这个东西来，刚好 COVID， 然后就放在 store room 就卖不出去。我说 OK 了，叫他拿。那个时候你的第一场我有看，你好像是紧张到对，因为他那个字都 reverse 啊，然后一直不会讲啊。不是他拿来，我们要做功课嘛，没有做。OK 了，OK 来8点了，做，不是怎么装啊，怎么录啊，怎么说？而且那时候是 COVID，大家都在家里，只有你老婆在帮你。就怎么办啊？就那边一面做一面，哎不是，要放这边，要装这边。然后电话号码是这个，然后 mirror 对 mirror repair， 那个也没有经验，对。那个时候你紧张的一塌糊涂。是卖到完，因为是那个时候大家在家里无聊到。那你觉得你直播到现在什么东西是最好卖的？我最好卖的就是有一个是脚踏车，另外一个是过滤水机，还有口罩。我去金姐家拜年，我就看到金姐这是什么？她说我媳妇从韩国买的那个口罩。我就跟她讲，我说你有新的给我带一个，然后我就戴上去，哇，很容易呼吸，什么都很好。我说online 我们卖，她说那我就说 OK 啊，就叫她去拿，你拿，我们就做了。很多艺人去金姐家是吃水饺、拿泡菜，然后你去那边就看到生意的头脑。整天只会去金姐家，金姐家里我跟你讲啊，处处都是生机啊。你们就只能泡菜跟泡菜跟水饺。跟水饺。之后你又前一阵子跟你老婆去荷兰呐，直播带货。对，这样。那个是你去玩还是你去玩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我老婆说，爹，我们去那个荷兰看花，10年一次，陪我去。然后我看到哇塞，我说 OK， 陪你去。然后我们就去看花，去 Factory Outlet。然后他就问说要不要做 live， 我说不要啦，去玩了为什么要做 live？ 去到那边去，真的很烦我们在 Factory Outlet 3天，然后做 live， 你不是讲不要做？我们选那种小小的啦，不麻烦的，自己带回来了。后面有一个化妆品牌，我们都不认识。那有人就说，你那个是很有名的，可以帮我们带吗？啊，是咩？就去问你们要什么 7 Day MPU 啦 ，Rose MPU 啦 ，Gold MPU 啦，不懂什么 PU 啦，乱 PU 啦，你要什么 PU， 你全部跟我讲，我就把那个 PU 写出来，然后我就叫我老婆进去里面问他说this one we have 50，50个卖完，傻掉那天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带回去啊？不是都是空运吗？就是一个 对， logistic 有一个。可是我们没有安排 logistic， 我们就这样卖。然后呢，刚刚好像有一个 viewer 讲他是from 一个运输公司的，他说他可以帮我们呢，那我们就要去找出来，不懂是不是 scam 来的？你叫他寄，他寄回自己家，然后他自己卖这样。然后呢就说对，这间公司我朋友的老公是蛮高职位，就打电话去问这个人，真的有，叫他做。你会上瘾吗？做直播不会，因为我觉得第一我的工作的问题，第二我也不想最后灌成是直播带货，即便是很好赚，而且完全让王雷去赚。像那个在荷兰卖钻石也是，他们看到我的直播就邀请我去卖钻石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盈利很少，但我说没关系啊，至少我卖过100年历史的一间钻石工厂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演戏 OK。我还喜欢电影，我喜欢拍戏。那你现在生活这么多的这个兼职是，身心不会很累吗？我是累啊，为什么不累啊？我看到床才累。我早上6点起来载小孩去学校，我就很开心。好像我载他去读书，然后做第一间，然后回公司开会，看他们的剪辑，然后给他下午去录什么小毛病还是什么东西，录完了回家，然后就吃饭，吃完饭了跟小孩子玩一些东西 ，OK， 冲凉睡觉。你这个时间都是排满满的多数，有时候还要去谈其他的生意。每天几点上床有些时候2点，有些时候因为小孩子睡觉，你才能做自己的东西啊。你会觉得给自己的时间不够吗？是不够，所以我就跟你讲说，为什么我现在不会迟到，真的不够。我必须得承认，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冲过，真的。现在的你怎么还有那股冲劲？怎么不喊累呢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因为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以推动你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充电宝。什么东西？小孩、家人。在阳台我坐的那个地方，其实就是我在 distress、在 relax 的地方。我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包跟你夜深人静喝咖啡，我会流泪。会吧。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小女孩要去受这样的一个罪？李国煌都有看书了，郭亮都会看了，我当然为什么不会看？为了要证明他有看书，他还把他的书带来。李嘉诚，
任正非啊，因为那个郭鹤年跟林武彤我好像借给斌哥。你都喜欢看首富跟钱有关的嘞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